这个情人节，大胖媳妇把我坑了，我婆婆把我公公坑了。我的婆婆温迪19号落地北京 China， 还给我家备了一份大礼。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呢？本来没有这个预算，结果临近情人节，又是他俩什么结婚多少年纪念日，我公公送了我婆婆一个美丽的蓝宝石大戒指。然后我婆婆呢正愁着要来中国要买礼物，这钱从哪出呢？这不就出来了吗？就把我公公送的戒指给卖了600刀。我公公一听都没生气。行吧，卖了也就卖了，但是这个卖这600刀，你能不能就别抠搜搜的给彩玲家人买个好点礼物，不行整个鹅啥的。我婆婆说好，我去看一看。结果呢，在去买大鹅的路上碰到了一个小瓷器店在打折，她驻足了。最后呢，我婆婆给我妈买了个碗，花了65刀。那人很有原则性啊，剩下535给我公公退回来了。我公公看了大受震撼。你从 Canada 到 China 给 Chinese 买了个 China， 你有毛病啊！而且还是一个，就连我都知道中国人买东西喜欢成对买呀。我说不瞒你说呀，温迪，那个碗我妈有一模一样的。温迪说不可能啊！那个店员跟我说他们家瓷器都是世界唯一，别人都是买不到的。我说买是买不到，我妈是交满1年物业费给的，给4个。我婆婆说好神奇啊！你想想，一个加拿大的艺术家和一个中国的艺术家不约而同做出了同一款设计。我说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maybe 他是一个艺术家，祖籍在景德，base 在义乌。他说那我花了65刀是加拿大的贵。我说那个应该是加拿大的税。有其母必有其子的，情人节我又被大胖媳妇给算计一把，就一到节日啊什么纪念日他就抽。我今年就跟他说，我说咱俩谁都别有压力，设置上限设300块钱，谁也别超，这样就谁也别有压力。他老高兴了，说行没问题。我一想说300块钱给他整个假发啥的不挺好吗？然后他也开始一天神神秘秘搁那准备礼物。结果呢，1周前翻换季衣服时，我在衣柜深处发现了一个盒，是一个看着挺高档一美容仪。我就想哈，这玩意儿也不是我买的，到底为啥被藏在了这儿？我就多心了，我寻思难不成这就是他超支给我买的礼物啊？蜜光嘛，我知道。然后我怕自己掉链子，一着急反手给他买了个 PS5， 结果我还搁那跟我同事嘚瑟呢，我说你们姐夫这回挺大方，他给我买这个挺好，我也给他买贵的。我同事一听面露难色呀，最后实在憋不住了，跟我说姐，你说那个美容仪是蜜光给咱寄来的产品，让咱试用，俺们都用2多月了，而且收着产品俺们就给姐夫了，咱不知道为啥他没给你，你咋还当成他给的情人节礼物呢？人他们都用了2多月了，来，你过来，来，你看我同事下颌线、法令纹、眼纹都 amazing。蜜光这个是专门针对中国人皮肤设计的深层设计。哎，你咋比我白这些呢？你出去，深度能达到皮下3毫米，所以效果更好。而且它有2模式，早上蓝灯去水肿提拉，晚上红灯淡纹抗老，一台机5个功能，性价比老高了。你出去吧，性价比老高了。但是同事们，我就在想哈，那如果蜜光不是我的情人节礼物，那我为啥还搭进去个 PS5 呢？我没买这个，说不定给你买更好的了，别担心。这是我的情人节礼物，好看吗？好看。这是谁？爸爸。这是谁？妈妈。你咋看出来的？这是妈妈呀？你为啥不直接把我 P 掉呢？把你 P 掉，显得我跟大哥不亲。你喜欢吗？这是大哥，那是爸爸，那是爸爸，那是妈妈。嫁老外有一个缺点，他爸妈容易讹上你。我的公公和婆婆10天前离开了中国，今天又回来了。那张拿铁呀，刚消停2天，孩子昨天开始才不做噩梦，今天过生日，正闭着眼睛许愿过几天消停日子呢。是咋回事呢？上次我公公婆婆来呀，大家都发现了我这个公公他特别有梗。我婆婆温蒂呢，就从我们公司头部艺人沦落到了群演。但是从很多画面中啊，其实你能看出来他的不忿。他觉得他出道多早啊，突然就是个资源咖。所以温蒂上次是带着各种不服气走的。但是这人算不如天算呢。他刚走，我接到一个节目组邀约，邀请我跟温蒂一起去参加一档综艺，是和其他几对知名婆媳一起出去旅游的一档真人秀。3月末开始录，让我问一下温蒂的意向和档期。我打电话一问，温蒂立马就支棱起来，就问我俩问题：机票报不报？我请假旷工的这一天，工资给不给？我说那肯定都给。第2天温蒂机票就买，转身就开始复仇，告人不来恩。这次回中国呢，带你是情分，不带你是本。你来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当好我的助理。我要参加的是综艺，我是一个明星 star。布莱恩被他说的大气儿不敢出，但是呢，布莱恩实在是太喜欢在中国待着了。嘴还馋，忍气吞声就跟着他来了。哎，人算又不如天算，他俩正收拾东西要去机场呢。节目组跟我说，现在出现了一点变化，节目暂缓。当时我就懵了，你说温蒂假都请完了，马上上飞机了，我咋办呢？最后我啥也没说，两口子就来了。此时的张拿铁正要过4岁生日 party， 正乐呢，要去儿童乐园了。那大胖媳妇开个4门版保护巴士给我们一家都拉去了。这个车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刚好够拉4个大胖媳妇，主要是小好停，不怕卡北京胡同里。张拿铁刚看到这车可高兴了，他以为这是大胖媳妇给他买的生日礼物呢，没想到这次最大的生日礼物居然是他奶奶，而且是一个因为觉得自己要当明星特别飘特别狂的奶奶。哎呦我的妈！为了成为顶流，温蒂还在加拿大给自己置办了几套时装。
唠唠嗑，突然间告诉布莱恩，水要加冰 ，OK？ 布莱恩就得伺候，还教育布莱恩，你赶紧，在中国怎么点外卖，软件该下线。我喜欢吃啥喝啥，怎么跟中国人沟通？那中文该学学。你勤快一点。你或许是个网红，但是我现在是个艺人。我实在是不能瞒了，我就告诉温迪了，我说综艺啊，暂时不录了。但是我也知道你俩没有那么多存款，都破产了。你这个机票呢，我给你报。那这些天你俩来都来了，就多录录短视频。那咱家现在短视频的明星呢，确实还是布莱恩。布莱恩此刻还在给温迪捏脚呢。听到这话的一瞬间，I'm a little thirsty. You mind? Here you go. Thank you. You mind? Yeah. Wash my feet. Oh, yeah. 哎，很多人问过我说，你家大胖媳妇带孩子怎么样？就带孩子怎么样？怎么说呢？老二呢，就老二还没看着亲爹呢。那么老大呢，实话实说，就刚出生的事儿哈，就是无论哪边算，无论哪根葱，新手爸爸指不上，天下都相同。我觉得当爸和当妈在经历培训和磨练之前是有本质区别的。当妈是只要这孩子在呼吸，就有一堆事儿可愁；当爸是只要这孩子还在喘气儿，就没有事儿可愁。妈是孩子一顿奶没吃足毫升就睡不着，爸是这孩子还有生命体征就能睡着。我有时候问他，我说你心咋这么大呢？就咋就能睡着呢？我老公说，就用你们的话说，我是比较佛系。我说你这不叫佛系，你是要圆寂，你是要圆寂。我女儿刚出生的时候，那给我老公歇的，直接就塞到衣服领子里头去了，就像穿一耗子似的。完我就进去检查去了嘛。等我检查完之后，给我拿轮椅推出来，人已经睡着了，孩子掉下去，就是较大嘛。有一次我半夜一个人喂奶，完事我就喂一喂，我女儿好不容易就是要迷糊了，眼睛刚闭上，我老公咔一声大呼噜，哀嚎，就野狼哭白活嘛。关键是那呼噜就咔一声，完我女儿一激灵，完就卡那了，没有下文了。她如果继续就继续打，我女儿可能就一迷糊又睡着。她倒好，就一声没了，就我女儿等了好几秒就没声，给孩子吓哇哇哭，以为他爹没了呢。当时给我气的，但是我和我老公之间是吵不起来那种大架的，就什么叫大架，就那种就第二天回想还很过瘾的那种。因为啥呢？就我英语没有那么好，他汉语还非常差。但是你发现没，那些损词儿啊、歪科啊，就必须得是那种不加思索直接崩出来那种的才赶劲儿。你只要一寻思、一翻译、一琢磨，完了就相当于加个刹车片，那架吵的就减震了，就那感觉就好比你拎根蔫巴葱敲个蔫巴骨，这边没劲儿，那边没响，一个不来一个。我哄孩子哄半宿，让他嘎一声给我就嘎废了。那天夜晚我想通了一个道理，就是谈恋爱的时候讲究上头要准，结了婚之后讲究下手要损，俗称就是掐大腿里子，嗷一声就让我掐住了。这玩意儿就跟中医一样，就取大腿根部最白处，每日卯时丑时各一次，配合大声谩骂共同服用，不出10余日就康复了嘛。就是我老公的大腿的裆部让我掐上了丹青色，没有丹青色的裆部，何来有担当的男人？当然，我不是说天下的爸爸都不如妈妈，我不是那意思，就是说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妈妈有那种天然的警觉性，这东西爸爸得慢慢培养。但是这个天然的差异呢，就必然造成了孩子对妈妈的依赖性更大。就当时引诱我女儿从我身上下来，就是换奶瓶，费老大劲了，必须得是和亲妈可以 PK 的才能被接受。所以拿铁上奶瓶的时候，我直接选择的就是飞利 PPS 牛奶，它的奶嘴是花瓣纹，就是模仿的妈妈的胸型设计，亲肤质感非常柔软，而且还不容易扁塌。它手柄的设计就是模仿妈妈的手指，然后里边还有一圈硅胶，可以防止手滑。就咱们都干过那种事儿，就哄孩子睡觉的时候玩手机，结果手滑了，啪，手机掉了，给孩子脸砸了。并不承认，我就干过这事儿。然后安抚奶嘴呢，我选的是飞利浦家新安怡这个荷兰进口的马卡龙系列，因为它是扁头的，特别像宝宝的小手指，给他们安全感。但是奶嘴这玩意儿吧，小宝宝还不会说话，你咋证明它好呢？通过第三方认证，在美国接受试用的230个宝宝中，这款奶粉的接受度高达98%。另外，他家还有这款一体式安抚奶嘴，就是家长可以把手指伸进宝宝嘴里逗它。这当妈的喂奶老被咬，当爸的也可以伸进去被咬一咬嘛，做有担当的男人嘛。